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线上一起读六祖坛经哦。今天我们再来推进一点进度。最近呢，我们都在读这个六祖坛经后半段，这边我有说了，这边是属于自信智慧的应用的部分哈。透过六祖慧能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它背后是有深层的可以探讨，我们可以去探讨的内容哈。那上一集呢，跟大家一起聊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其中一个视角。上一集呢，我有跟他聊说这句话其实呢有蛮多的心得，不同角度呢都有心得可以聊。那我就先从其中一个角度跟大家聊。上一期我们是从一个机器人从一个人，从一个生命的角度呢，我们去看幡动，就是说幡就是物质实体的部分嘛。我们先看一个生物体，它的物质实体的部分，就是说一个生命要形成，或是说一件事情的形成，它车子、房子、人、事物所有事情的形成呢，最明显的一个面向就是它的物质层面。首先我们是会注意到的。所以说，当我们要去建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骨架建造起来，然后呢，接着我们会开始发现到，光是骨架的话，并不足以让一个机器人动起来，不足以让一件人事物运作起来。所以呢，开始观察到无形的能量的部分，电能啊、风能啊这些带动的力量，还有提到说人体的循环穴道的循环，就说人体除了骨肉四肢以外呢，也有血液的循环。那除了血液以外呢，我们中医理论中还有无形的气血的穴道穴道如果阻塞了，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循环，就会产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然后产生五脏六腑的一些疾病症状显现出来。那透过呢针灸或者是熏蒸或者一些方式呢，将对应到的穴位的阻塞给排除掉的话，疏通了之后呢，症状就解除了这是中医的概念。上次是聊到这边所以说幡动呢，我们就是从物质层面去看事情，然后呢，风动呢就从空气的层面其实，在传统的理学传统文化当中有提到理气象三个境界上一次我是聊到的是身心灵，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三个层面，从粗到细。最粗的呢，我用地球来譬喻，最粗的就是地表，人住在脚下踩的大地嘛，乾为天，坤为地，脚踩的大地，地就是最粗糙的，就是物质实体。开始往外，大气层有云，有乌云，有云在飘，有风在吹，有在循环。那这是第二个层次，气界修到气的境界然后呢，当超越大气层之后呢，到宇宙了，就是虚空中。虚空之中，看似没有物质的这个土地，看似没有空气流动，可是呢，宇宙当中呢，暗物质、暗能量，对不对？量子力学开始在研究这个宇宙的阶段。那如果佛经的概念就是说真空妙有，换句话说呢，有没有可能有精神能量存在呢？精神能量呢，它没有物质实体，也没有气体的迹象让你追寻。可是呢，精神能量呢，有没有可能在暗物质、暗能量当中存在那边呢？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讲说另外一个维度。所以说，这些描述、这些言语，就是告诉大家说，所有一切人事物从粗到细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土地，脚踩的土地，物质的层面。然后科学的文明也是从这个顺序去研究出去的。一开始先研究这个物质的引力啊、力学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那再开始研究到气界，大气层啊，这些热力学啊，这些对流啊，这些天气的变化啊、预测啊等等的。那再进一步呢，开始研究到能量了，宇宙当中无形的能量，暗物质、暗能量的作用。甚至人家科学家研究说，暗物质、暗能量在整个宇宙中的占比，比我们这个有形有相的
质量还要更多。换句话说，这些星球啊，它的质量呢，有可能还比不上暗物质、暗能量的比率还要那么多哈。那这是我们上一期的视角。那你们看一看呢、光上一期这个视角其实就可以聊好多东西了哈。我上一期提到的，还有这一期我们在复习的，又提到这个理气象的层面。好，那我这一期呢，打算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视角来去学习这一段话所能带给我们的心得。这一期呢，我准备要从观察者的视角，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背后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启发，还有什么实用的价值哈，就是可以用出来的，不是只是文字上啊、理论上探讨它的道理，探讨说你悟到什么。我们要聊的就是说，这个道理聊出来之后，大家是能够实际应用的，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的，那这样的道理才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哈。那我们今天就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这句话背后要给我们什么启发。首先呢，你看，在一个法会讲经的现场呢，讲涅槃经，那当时呢，可能有聊到相关的内容。这时候呢，僧人嘛，僧人一起在学习佛经、佛典，那他们就针对这个现象，他就开始聊咯。风在起风了，风在吹，然后呢，旁边的旗子被风吹动，飘了起来。那他们就在议论说，哦，是风在吹动了。那有人说是旗子在飘动了，在这边议论。那从观察者的视角，你想象成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灵性，其实就是那个最初的观察者。然后呢，你看到旗子在飘动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还有眼视，就用科学来说，就是视觉讯号、视觉的神经讯号。我们观察到旗子在飘动，这是视觉上看到，然后呢，意识上接收到这个讯号了。然后呢，有的人进一步了，观察到风在吹，就除了有形的旗子在飘动以外，他观察到他有在悟了。你看到旗子在动，这只是你的视觉。我们这样慢慢，你看哦，视觉呢，先看到旗子在动。那旗子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它有形象、有颜色、有外形。看到旗子在动的时候呢，是眼识看到，然后传进来之后呢，眼、耳、鼻、舌、身、意，大脑第六意识心呢，开始思考了，说，第一个看到旗子在动，这是眼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人说风动呢？为什么呢？因为眼视的讯号进来之后，第六意识心意，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嘛，开始去思考。他思考说，这个旗子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结构是让它会动的，它本身不具备动能，所以呢，透过旗子在飘动，它悟到说是风在吹，因而旗子在飘动，然后这个悟是一瞬间完成的。所以说，这个悟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眼睛看到东西，这个眼视传进来之后，进入第六意识心，我们的大脑第六意识心思考后推理出，是不是旗子在动？是风吹了旗子动。所以呢，就用到了第六意识心逻辑分析能力。透过逻辑分析能力呢，推测出不是旗子在动，是现在起风了，风在吹，所以旗子在动。所以这个时候呢，观察者就是第一意识和第六意识都运作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僧人们彼此之间就针对旗子在动还是风动之间在探讨。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如果从观察者的角度呢，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面的旗子跟雾到风在吹。那其实呢，如果根据佛经、金刚经、圆觉经等等的概念呢，你观察到旗子在飘，这就是我相，旗子本身是我相，一个形象。然后呢，你悟到，透过旗子在飘动，你悟到风在吹，起风了，这个悟就是人相。然后绝大多数的人都观察者的注意力都放在向外去观察这些形象，还有去悟背后的道理，所有人注意力都放在这边。可是这就是全部了吗？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就是全部了吗？如果你们也在这场讨论当中，你也作为一个观察者，你除了观察到旗子在飘动，观察到悟到风起风吹起来带动旗子之外，你还有观察到什么呢？这时候六祖慧能走进来，他就说了，你们的观察者注意力都聚焦在外面哦，视觉上的旗子在飘动，第六意识心悟到起风在吹动，但是呢，你们都没有向内关照到自己心念在变动，你的心动了。那这个心动就不只是第六意识心在悟了，悟到起风了，这个已经是进入到潜意识层面了。换句话说呢，六祖慧能是提醒他们说，不是外在的。换句话说呢，眼睛能够看，头脑第六意识心能够去悟到有风在吹，这些都还不是生命的根本，不是本来面目的源头。换句话说，你有能力看，你有能力思考，这都还不是根本的。所以说，六祖慧能提醒他们去反观自照，去找更深的源头，更真正的源头。他说，是你们心念当中，你的意识在运作了，在动了，所以呢，你才会第六意识心有思考能力，还有你的眼睛才有看到东西。那这个观察者的视角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只从外在身心的层面去修，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身心的层面去修。可是呢，我们知道达摩祖师的宗旨，还有六祖慧能传到六祖慧能顿教法门的宗旨，就是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佛陀是要引导众生悟本性的，就是要找到你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你不管风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为什么？因为不管你从演示的角度，或是从第六意识心的角度，不管你去怎么探讨，你都不会发现到你的内在生命的本源、意识的本源的存在。你们观察者的注意力都放在外面，但是有没有几个人你有注意到往内去观察到，当一切外境在变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心里同步随着外在的环境也在变动了？所以说，六祖慧能就是提醒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同步内在也在变动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你才能够，六祖慧能是要引导他们去找到真正的源头，你才不会只是在外在下功夫。你看议论不已，他在外在的这个物质和这个现象身心的层面，在这个风帆之间一直议论，那这就是第六意识心在议论。可是呢，他们都没有人发现说，这些风动幡动，还有你头脑在想这些道理的同时，你同步内心当中也在运作。
内心当中潜意识有没有在运作呢？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想任何事情，外在的事情在运作的同时，你内心对应外在的情境，你同步在运作了。所以说，六祖慧能是要提醒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看到旗子在飘动了，然后呢，有人悟到风吹动了。那你们那么多人，有没有人发现，随着旗子在飘动，随着风在动，你们的心也跟着动了呢？有没有人观察到呢？换句话说，今天如果这个旗子在飘动，换成一个美女走过去，然后呢，有人说，哦，这个美女长得很漂亮。然后呢，有人悟到说，哦，因为她有化妆，因为她的衣服穿什么风格穿搭，所以她显现出怎么样的风格，怎么样的漂亮。然后呢，六祖慧能就提醒说，不是只有美女漂亮，也不是只有她穿搭漂亮，是因为你们心里起了这个，不要说色心，就是因为真正是不是真正漂亮的不是这个美女。也不是她穿的衣服和她的打扮，真正漂亮的是你心里觉得她漂亮。换个比方，如果是一只狗、一只猫，看到这个美女，它会觉得漂亮吗？同样一个美女，对不对？同样一个化妆和同样一个打扮，造成她的这个，你觉得她造成这个漂亮的感觉。可是如果换成一只狗、一只猫，甚至一只苍蝇，它不同种族的，它根本就不觉得你美不美。为什么？因为它心里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呢，一只狗、一只猫，如果看到另外一只狗、另外一只猫，它可能就觉得那只狗、那只猫很漂亮了。所以说，真正是这个美女漂亮，以及她的化妆打扮漂亮吗？是这样吗？你们所有人都聚焦在这个层面探讨啊。但是六祖慧能提醒他们说，真正觉得这个漂亮的，是你的心在，是你内心潜意识里觉得它漂亮的。你看呢？苍蝇为什么觉得腐坏的东西和臭的东西是香的？像狗也觉得那个是香的，可为什么人不觉得呢？所以这个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设定。人类觉得美女很漂亮，黑人觉得黑美女很漂亮，白人觉得白美女很漂亮。然后不同的动物，它交配的时候，它觉得它对应到的异性的那个物种很漂亮。这是谁决定的呢？是他们潜意识里、生物潜意识里的设定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潜意识里的设定存在，为什么人、狗、猫不同物种看不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反应出来呢？这是记录在哪里的呢？都没有人发现这一点。大家在研究旗子在飘动，然后悟到风吹动，看那个美女在走动，悟到说她的穿搭什么风格，她是胖还是瘦，她的上半身漂亮还是下半身漂亮，还是脸漂亮还是脚腿漂亮还是哪里漂亮，在悟这些东西。但是没有人发现说是你心动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那我们今天就先点到这边就好，那我们下一次再去聊其他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